过我们来看看呢，对岸现在在做什么？包括过去曾经做过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耿爽，现在他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副代表他做了一个发言主要是讨论南海的争议不过他这一段发言，连后面的翻译都笑出来，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中国自主决定在半岛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不需要美方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我也劝一下我的美国同事，他们也需要改一改自己的老毛病，就是出了任何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总是习惯的去指责别人，归咎于他人。中国大陆的这个包括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在他们的国防上面，他们的武力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包括93的大阅兵可以看到端倪。好，我们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网友来说，他们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们看到了93阅兵嘛，那他们认为预测抗战胜利100年那个时候的阅兵画面，可能20年之后会突飞猛进这是由 AI 做出来的，应该我推测也是年轻的网友在网络上面发的这一个短片，他们认为这个抗战胜利100周年的阅兵画面会是这样的状况，有点像是星际大战那个时候可能包括科技各方方面面的发展已经跟现在有更大的这个提升。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呢，实际上的93阅兵在这个月的月初，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呢，各个军事迷也都在看中国大陆的武力发展。包括歼20S 第一次的实机亮相那它是双座的，也成为焦点，被称为是空战规则的改变者它的图片来自于这里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来看到。而另外还有6款新型的鹰击阅兵首秀。我们看到呢，有首款空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鹰击21，还有首款隐身巡航的弹道鹰击18C 包括像这样的武器呢可能也对这个被外界所高度的这个重视。而另外呢，还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叫做长剑1000，也非常受瞩目。据说它可以对陆海空的目标实施精确的打击。而另外还有一款叫做卫星杀手红旗29。反导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的敌方目标，还可以打击太空敌方目标如果你在太空一样。他把你打下来这也是美国国防专家对于这个武器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简单讲可能是卫星的杀手直接这样讲。那另外呢，欧美的海洋霸权要终结了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人金正恩，他不是跑去中国大陆参加阅兵了吗？他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回去了北韩之后呢，他破天荒的公布了这一次他的访华纪录片，并且把一些细节都透露得非常清楚。因为过去大家知道北韩是很保守的，包括领导人在外交上面的一些作为，他们其实没有很清楚的揭露。所以这一次的纪录片时间的长度大概是50分钟。那还有一些从没有在网络上披露的独家画面所以外界就说这个举动是北韩展现外交开放性还有自信的重要信号。那另外大家也知道呢，最近泰国的政权有一些更迭，那新任的这个总理他其实是华人，他叫阿努廷，他自己讲我是100%的中国人的后代。原来现年58岁的阿努廷，他来自华裔的富商家庭，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陈习尧。他的爸爸跟妈妈还有祖辈都来自于中国那2023年他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有这样讲，他说我是100%的中国人的后代还在家里还说粤语广东话。那我们知道泰国有非常多的华人，有些是混血的可是他看起来就是完全就是中国人的血统。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贝东丹下台了走了一个贝东丹，来了一个阿努廷都可能这个传统上泰国也都是比较亲中的。而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大家来看看，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学者，他叫做阿尔纳契，他说上合组织它代表欧亚在定位的思路重生，欧美的海洋霸权也结束了上合组织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30年有了吧可是他的观察是欧亚大陆在定位巨大浪潮的一环，跟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并行。
构成一条从东亚延伸至地中海的陆上走廊哦，就像古代的这个丝绸之路一样哦。那我们必须讲哦，大航海时代哦，其实已经过去几百年都是这样了哦。现在他认为那个时代这个霸权，这个西洋霸权也要结束了，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意大利学者的一个看法。我们来问问看，亮哥同意吗？这个不能叫欧亚啦，叫亚欧啦。因为是从中国主导的局中俄这样延伸到西方的哦，所以要把它倒过来。欧在后面呐、哦，亚欧。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欧啊，就是它主要是中俄，然后进入中亚，然后进入伊朗那一带，他们叫欧亚啦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中东嘛。那有可能再经过土耳其，进入部分的巴尔干半岛或东欧啦。欧洲可能会分裂啦。因为有一些国家会亲俄罗斯这边嘛，或者跟中国做生意嘛，不过现在还看不到啦。可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陆权联盟，而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建立了上合开发银行，那它就会结合亚投行还有金砖银行，成为中国手上3个金融工具，然后结合它的基建能力嘛，所以一定会在我们说广义的中亚地区啦、中东地区啦，还有伊朗啊那个地区啦，会有非常多的项目啦。是，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军力啦，因为我们在讲那个权力集团的形成，背后支撑主要还是军力啦。那中国大陆这次有2个东西建构，我觉得美国事实上都发表文章了啦。第一个就是核武威慑啦，就是它基本上可以空射金雷1嘛。那也可以那个潜射巨浪3，然后也可以有那个陆射的哦，包括什么东风5C 啊、东风61啊、东风31BJ 啊，这个美国当然会怕它叫3位一体的投射载具全部都建构了啊。那第2个就是超高音速导弹，你刚刚讲到了鹰击，那是箭射的，然后讲到那个长剑1000，那个是巡弋飞弹，那还有以前我们知道那个东风26D 啊，那基本上都可以打到关岛啊。那个长剑1000也可以打到关岛啊，所以这个等于是第1、第2岛链内部，中国大陆已经布好了超高音速导弹了。你美国怎么防？就这2个问题了，就是核威慑3位一体的建构，你美国怎么办？就是你不能在那个第1岛链做军事冒险啊，因为你如果去炸中国，那中国也可以打你美国本土啊，你跑不掉啊。那第2个是第1岛链、第2岛链内的，它各种超高音速导弹，不管是怎么射啦，那你军舰敢进来吗？航母舰队敢进来吗？这个当然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了。所以前天美国不是讲说它未来的国防重点要放在西半球，那等于是不要过来西太平洋了。他说要放在北美洲跟南美洲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台湾的地位堪忧啦，就是两岸的军力太悬殊了，然后美国基于自保，他敢进来吗？那如果不敢进来，你赖清德还能够搞抗中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几乎是宣布了抗中保台这个路线的破产，以后没得搞了啦。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弄出别的这个跟中国大陆和平来往的路线嘛。那你觉得赖清德有看出来这一点吗？他现在都不敢讲抗中啊，反正再去看啦。因为民进党有一堆人上电视来说，那全部都假的啦，真的说那阅兵都是假的，就纸糊的。说那个钢板都很薄啦，反正你就这样去讲吧，变成全世界的笑话。好，来将军，我认为这一次93阅兵呢，最重要的重点是军力展示，军力展示。那这个军力展示那么多花花样样各种，当然展现他训练的一面，但是最重要的我有2个重点，第一个核威慑，那核威慑呢，东风5C 也好，或东风61也好，还有巨浪3，
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核打击，那中共在这一方面跃升了，他这一次做了个展示，而且都是甚至它的终端的速度都到达30马赫，就是从这个地球轨道进入大气层回来的时候，换句话，它整个结构要不一样，因为高温，你知道高温的抗高温，所以它整个结构这个复合材料结构跟一般以前传统的核武的复合材料是不一样的，那这样能够到达最大的速度，这样子能够增加反弹的这种拦截胜率。是这一方面，所以我认为它的核威慑是个重点。另外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鹰击系列，它这支鹰击系列总共有6款，包含鹰击15、鹰击17、18、19、鹰击20，包含鹰击21，总共6款。这6款呢，因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整个都是海域，那海域的话，制海权跟制空权非常重要。当有制空权的时候，下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制海权。鹰击系列，我认为它这次展的这个鹰击系列因为2个空射型的，你这个鹰击15跟鹰击21都是空射，挂在这个战机，还有或者是轰6轰炸机上面做这个空对舰的打击。那这个另外一个箭射型的，像鹰击17跟鹰击20，它是由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也是超音速。所以这样子的话，从空中、从海面，还有不要忘了还有个潜射的。那这个潜射的是鹰击19，或者有潜射的，有舰对舰的，还有空对舰的。哇，那造成饱和攻击。我认为这一饱和攻击的话，美国的航母或者是它的大型的飞弹巡洋舰或飞弹驱逐舰，在这方面战场存活率就堪忧了，因为它进行的是饱和攻击，是3度空间，从水下到水面，甚至到空中，那个到太空。因为这个鹰击21打出去之后是往太空中跑，然后再下来，那这个方面它的射程就远了，速度也快了，所以它3个特色。它这个舰对舰的这种反舰巡弋飞弹已经逆中化，像鹰击20，它逆中，它打出去的话，雷达不会找，因为它的设计的雷达截面积非常小，你这个舰载的雷达想要去抓它，去抓到它的整个飞行的轨迹不太好抓，抓不到，因为它逆中设计，这鹰击20，那这样的话有逆中又高超音速，这个音速5倍以上都是高超，鹰击21。就是高超音速，可以到达9倍的音速。怎么去拦截？拦截反弹的这个拦截，这个成功率也非常有限。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所讲到的就是饱和攻击，它从3度空间一直到水下进行反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射出来，前线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所以他认为这鹰击系列的反舰飞弹也是这一次阅兵他所展示的这种反舰武力。好，接下来请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当然，耿爽这边呛美国这也是美国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包括他的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怎么讲，犯罪率高啦，或者是毒品问题，反正他只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怪到中南美，怪到移民，怪到少数主义然后在外交上面就怪到这个中国或者什么，我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要好好检讨，美国过去真的。我所认得的美国，我在美国蛮长的时间，我也教美国历史、美国政治。那美国的历史里头，他们常常都会讲到要就重新出发，要怎么样，碰到问题要解决。可是现在就是好像找代罪羔羊是最容易，因为这个是非常民粹的一个行为就是过去美国包括像这个只要工作有这个失业率高就怪移民从19世纪怪爱尔兰人到末期怪这个意大利后裔，然后怪到拉丁裔，怪到这个亚裔，不断就是包括最近在韩国也是一样，韩国的厂在美国也是一样，就是你抓这些代罪羔羊，我觉得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泰国的这个总理当然泰国华裔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名字全部泰国化了，就有一点像是印尼。我的学生很多名字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跟我都是讲英文嘛，我们是用英文上课，那然后他跟台湾的学生会讲中文然后呢，他们印尼的华裔学生彼此之间是讲印尼文。然后你看他的名字点名的时候，哇，全部都是英文的名字，都是印尼的拼法。泰国人也是一样，泰国学生也是一样，但是呢，都有一个中国名字，梁启超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说，很特别。所以你看，为什么华裔在泰国有这么多人从塔信家族嘛，到前阵子有一个艾比西这个总理
塔信家族他妹妹赢啦等等包括女儿，我觉得就是华裔在泰国的融合程度比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出来，那这样又有一个传统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好，所以看起来这个泰国就是会走向一个比较跟大陆会友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啊，泰国跟台湾也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们台湾每天在强调要爱台湾，那泰国就有什么太爱党，爱泰党，然后反正就是都是为泰党，为了泰国的，对为泰党，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好像缺乏自信一样，就没事要多爱一点多为这个奉献出来一些。是，真的是这个爱，其实不用在嘴巴上讲了，用行动表示就可以了。不过我们来看看日本的证据，昨天也有一个震撼弹，石破茂说他愿意辞职下台哦。我们先来看看石破茂请辞他说他有一个遗憾，因为关税谈判还没有完完全全底定嘛，他认为谈判之后才是下台的最佳时机。其实石破茂他在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已经挫败了，所以党内逼宫的声音其实早就出来了，包括菅义伟，包括小泉进次郎，说是深夜去逼宫他，叫他早一点辞职，自民党才不会分裂，所以他就顺从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日币在这几天开始急贬，日股飙涨，石破茂请辞的效应通通浮现了。日本最长期的这个长天期的公债风险也增加了，毕竟政治跟经济是联动的。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也高度在关注这件事情。日本媒体说，中方关心下任的首相是谁，那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看日本媒体的说法是新华社在第一时间就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也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媒体上面搜寻排行榜也是第一名。朝日电视台说，相较之下如果下一任的首相对大陆抱持强硬的立场，先前两国所取得的进展可能会因此停滞，所以大家都来猜下一任的首相是亲中还是比较亲美，或者是如何来做一个国际上面的选择。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川普依旧是漫不经心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作答，因为记者有问他嘛，然后就转头离开了，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日本的网友就认为很生气啊，他说这个展现了你川普对石破茂毫不在意，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在亚洲的一个盟友，他的首相要下台了，你完全不在意。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北京最近宣布了一项制裁的措施，它是针对日籍的参议员石平采取反制措施，他是中裔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后来到日本去留学，就规划日本籍了。那为什么要对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制裁呢？中方是指控他在台湾、钓鱼岛、历史等的问题上面公布了一些谬论还有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可是这是原因，那近因是什么呢？不知道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南韩也有南韩的问题，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美国突然这个执法震撼韩商，感觉被捅一刀，这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南韩现代汽车在美国的新能源电池厂那可以看到呢，突然被突袭了，超过300名的韩国籍的劳工在美国被拘捕。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人被戴手铐、脚镣，一排一排的送上巴士，某种程度其实蛮侮辱人的那川普说，美韩关系没有受到影响，可是希望在外商，你们这些外商在美国投资你要训练美国工人你不要用一些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是偷渡来的还是怎么样的非法移民。总之，300人超过300人被逮捕了。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呢，现在还在发酵当中。我们看到李在明才刚刚访美耶，而且某种程度他线上投名状。结果川普反手就打他一耳刮子打他一巴掌我们看到韩国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纳入美国的基本政策框架行动。这番表态被视为被解读韩国彻底倒向美国阵营，配合其对中国大陆战略的明确信号。可是你们现在看到投名状看起来也没有用，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突袭现代汽车只是第一枪而已边境沙皇发话了，他说将会针对更多的企业来执法。
一方面，美国人要求外国人来这边哦，你要来把制造业移到美国，可是你用的工人他开始非常彻底的在查。不得不说，这是韩国的奇耻大辱啊！这是牛弹琴说的。他说，在强权的逻辑里面，弱者的尊严往往是最廉价的牺牲品。这一次，美国只抓了并且羞辱了韩国人，还没有大开杀戒。所以我说，事情还在发酵当中。来请教亮哥，这个川普记不得石破茂，其实这也不用稀奇啦。他下台了，他都不知道，这有什么稀奇呢？这个日本首相更迭这么多，而且名字超难记。哎，你是念中文的，你去练日文看你会不会记得？伊西巴西格鲁你会记得？对，就是很麻烦。你总会记得，对不对？对不起来，对不起。那岸田叫皮基达，你记得吗？记不得，对不对？所以我是说，这个也不意外啦。那他只要确定他的贸易谈判的结果会被履行就好了啊。那当然，中国比较忧虑啦，因为高市早苗目前是第1名，那第2名这个小泉进次郎其实2个都比石破茂还右，那高市早苗是很右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会觉得说，哎，那中日关系是不是要进入冲突的状态？这2个人都去过靖国神社，这个。可是我觉得中国也没办法啦，反正你如果要变，那你自求多福吧。中国大陆也不会把日本看成他主要的交往对象嘛。他现在事情这么多可是日本，我认为日本、韩国未来压力都会很大，因为这次中俄还有北韩他们会建立某种区域安全的协调机制，而且我认为大概都想透了啦。比如说北韩，大概他要弄经济特区了，那就是要让中企进去这没有办法，因为他要发展经济啊，那美国那个联合国的制裁，谁说得准一定会解除？不知道嘛，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嘛，所以他等于是要接受让中国进来了那中国大陆也一样中国大陆。比如说这次那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就是跟那个俄罗斯跟蒙古就签的那一条嘛，那一条盖好大概是2030那中国大陆如果加上2号，然后加上1号，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高达880亿立方米这等于是中国大陆进口天然气的1半中国大陆也赌很大。俄罗斯也赌很大，它的财政收入40%压在中国天然气这个买家，所以我是觉得中俄朝互相接近，我认为至少会有个10年那他们一定会对美日韩提出一些反制措施所以我觉得李在明跟日本的继任者其实压力都很大，压力都很大了。那至于这个现代汽车我并不认为这个是川普搞的啦。不是吗？这个东西应该是工会检举啦。就是说你现代汽车用了一些没有工作签证的人那我们讲大白话啦，工作签证那么好申请吗？哪有那么容易？那有400多个他抓了300多个韩国也在抱怨说美国劳工不好用工资随时来要求，工时也不能够要求那韩国劳工好用又便宜，也不一定便宜多少，可是就是现代汽车本来在韩国跟美国都有厂嘛，对，它一定是用轮调的，就手啦。然后因为韩美免签也是90天，所以它一定是用这个机制轮调劳工，就是把那个南韩的调过来，对，然后就省了他去找劳工嘛。那美国的工会去检举他，可是这样子给人家手铐脚镣戴起来也未免太那个了，因为是 IC 来执行他们对非法劳工就是这样执行的，所以我不认为有到川普了，可是他就把它当作非法移民，就直接就逮了，就严办了，所以接下来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对，而且边境沙皇还撂话说未来还有更多要去做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南韩现代汽车的美国厂被突袭了，逮了300多个工人，而且看起来状况不是很好。请教严老师。我想啊，这个韩国应该也看过啊。40年前我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个这日本当时就是跟美国这个出超很多嘛，那美国就说 Toyota、Honda 你们来美国投资啊，所以就在我们中西部盖了好多厂，哇，结果发现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前子你知道，在台湾的日本工厂在台湾，还要做早操的，还有一起就是大家一起这个早饭聚会的。台湾也有这种公司，对了，台湾也有，大陆也有。那美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啊？那个文化上面冲击很大。后来还拍成一个电影叫《刚后》，就是那个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很严重。所以大家都在学。那韩国今天去，应该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工人、美国的工会等等，所以也不好用。那我先用自己的，我才能够达到目标嘛。你看大陆为什么在非洲投资？非洲没有强调那么多，因为他们知道你用你的工人，你达标做的事情又快，又能够达到效率又高啊。所以对他们执政者来讲是好看的。为什么？我马上就有。业绩成绩出来了，我可以跟选民交代，你看我请他们来这边投资，马上就有生产。你今天找了韩国的，然后你不让他用他的人，你觉得你自己的人都能训练吗？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台湾好了，我们说哇外劳太多了，全部把他赶走，你觉得台湾的人会去做外劳的工作吗？不会嘛，很多都不会。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川普讲的这个好像很好听要训练让美国人做，就像网络的那些笑话一样，美国人那个手粗的，要去动那些小的东西，放不进去，很辛苦。对，是文化不一样，真的差很大。来，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将军怎么看日本跟南韩的问题？关于这个南韩，他这个在现代汽车这个边境杀完后面呢，他一下就抓了475个，这里面就有300多个是韩国人。那一抓，你看，那为什么要针对现代汽车？这韩国啊，那就是韩国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弹性。你看看这个被抓到，又上脚镣，还上手铐，那不是羞辱韩国吗？你为什么针对现代？那这个我们讲的这种非法移工多的是。台湾总共有81万移工啊，但是有9万失联啊，不是在台湾社会各地啊。对。那美国为什么也是要对这些来射手？而且特别针对韩国，我认为韩国在他的国家战略策略上面稍微差了一些。第一个，他不能极度的意思讨好美国嘛？你极度讨好美国，你被他抓了牵着鼻子走，有时候适度就可以，他过量。就完全配合美国就没有筹码了。第二个，韩国应该走的是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多边主义，就韩国走了单边主义，就是压美国，通通跟美国在一起，跟美国向美国讨好。你走单边主义，你就没有弹性。那现在他要一办你看韩国这两手一摊还没有办法嘞，你能不能去拯救他的300多个韩国的这些移工在这个现代汽车在美国的？还没办法了，还是慢慢去谈呢。不，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川普下个月要去韩国。对，今天韩国的民众准备要抗议你了。是啊，所以他要参加 IPAC。对，所以我就认为韩国在这一方的国家策略是不好的。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正大国关中心主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退役将军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今天有很多值得你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是我们的莱尔校长这样子的创作已经红到对岸去了吗？我们看到对岸很多年轻朋友在使用的这个网络的 social media 最近有一个女团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噱头，就是你可以donate它，然后你可以说出一些人的人名，结果出现了很多台湾政治人物的人名，我们来看看。
来儿校长，我们来见你了哟！来喽来喽，帅好帅，来儿校长你最帅！哦，叫你帅，叫我神，来儿校长是你爱。哇塞哇塞，来儿校长腹肌多少块？1万块呀，1万块！拜拜，下车喽！好，另外莱尔校长还有新的续集，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有这样子的二创，我们来看看。校长，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过中秋节了，我提前给您准备了一份月饼。北北，这个月饼你从哪里搞来的？大陆网友送给我的，怕我吃不起。校长，这个月饼有问题哦。月饼就是阅兵，你看生产日期就暗示了，团圆就是统一，这一定是大陆用来暗杀您的自杀式炸弹。好，大罢免之后，我们看到赖总统第一次接受媒体的独家专访，这是来自于《自由时报》哦。今天有非常多的章节在里面，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哦。他特别说，希望中国张开拳头，看见台湾的善意。他说，有一句话讲，手上拿锤子，眼中看到的都是钉子。所以他认为，如果你手上拿橄榄枝，你把你的拳头张开的话哦，就可以和平相处，并且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一定要用对话，用对话取代对抗，用交流取代围堵。这是来自于赖清德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的内容。而另外呢，提到以美论，他说，川普其实上任到现在呢，对于台湾的援助包括协助，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强。他想要消除这个以美论这样子的一个在民间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而另外，今天还有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他交保，他离开了看守所。不过呢，他被获释之后呢，第一个还是不改他大炮的本性，他开轰。他说，民进党做梦可能都没有想到民众党这么干净。主要他是说，他已经被调查了1年，所有的党工相关的人都被调查，可是没有查到什么样确实的证据。另外，他还爆料法警有很多是柯粉，都帮他加油打气。不过有几个检察官导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32-0。我们来听听看。请问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你们检察官也不是市政专业，也不是都市计划的专家，所有的公务员都说这是合法的，为什么你们检察官就说这是不合法的？以前韩国瑜说莫忘世上苦人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苦人一起生活过。我现在才知道说有机会去看到台湾社会的另外一面。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不要这样，不要这，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赖清德，你好好想一想吧。他喊话赖清德，要赖清德好好的想一想，说自己整整1年都没有看到阳光，今天是他第一次，1年来第一次见到阳光。不过他说关了1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有反省改进。过去他太急躁、太强硬希望他未来也可以改变，这是他自己讲的话。不过呢，外界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评论包括王者归来吗？沈正南他是一个非常支持赖清德的医生，他说下出好戏是什么呢？他已经把黑牢的经验当作养分，并且他讲到如果一审被判无罪，现在还没有判嘛那就是王者归来，光环无能挡。那另外呢，蓝白阵营就会出现柯文哲跟卢秀燕2颗太阳。国民党与卢秀燕愿意当副的吗？是否会重演2024蓝白互不相让的局面，值得观察所以讲到蓝白合在2028他做了这样的预言。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国民党的党主席之争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领表，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朱立伦不断的在呼喊吧说希望卢秀燕三思党内的声音希望2028的人选跟党主席能够一致。不过卢市长已经回应了，他会留在台中妈妈会留在家。那周玉蔻是这样讲啦，他说柯文哲的下一步是成为蓝白的唯一君主，他认为未来这个他可能柯文哲会投入
2026年高雄市的市长选举，然后呢带动南部这些地方歼灭民进党的地方执政版图，然后呢这个参选权安全存在，他确定2020年年底100%不会定验参选的权，这个参选的这件事情是安全的。另外，柯文哲会成为蓝白共主吗？我们看到许志杰就讲了，他说未来啊，国民党会变成小白现在已经在见缝插针，已经在分化蓝白了。来，亮哥怎么看这一些意见领袖的说法？周玉蔻的意思是柯文哲一审会判10年以下嘛？他怎么知道？他认为他100%不会定验2026，不可能啊！一审10年以上就没有参选权了。定验，我跟你讲，林义士那个案子定验是6年，可是我们的法律是一审只要判10年以上就没有参选资格，所以周玉蔻已经泄了赖清德的密啊，就是要故意判那个柯文哲10年以下嘛。周玉蔻是这个意思吗 ？OK， 不然他怎么能参选高雄市长？对不对？坦白讲，我觉得柯 P 无罪或者判轻刑啊，我都认为还他公道了啊。可是这个因为导致柯 P 的民调暴涨，因为这个叫还清牌效应嘛啊。我认为柯文哲很可能在今年就会一审了，不过3审真的会拖蛮久了啊，因为林义士的经验就是6年才做出最后判决啊。那可是他如果一审是在10年以下，那他就得到继续从政的空间了。那2审可能会拖蛮久的嘛，所以他当然就有可能选各种职务嘛。你觉得高雄市长也有可能是一个选项？不是啊，那你要假设他一审是10年以下嘛，一审10年以下，图利罪跟受贿罪都不成立哦，不然不可能10年以下。你看林智妙就知道了嘛，林智妙他起诉是24年啊，收贿跟图利都包括，结果一审判决12年，因为收贿不成立，可是图利还是成立，12年就12了，光图利就12年，对对对，所以不，他还有别的有的没的啦，可是图利就是7年以上，就很容易超过10年了，所以我不知道周玉蔻到底在讲什么啦。是从赖清德那边得到秘密，是不是？这种怀疑啊，坦白讲也有很多人在怀疑啦，包括王尚志，包括彭文正，这都是资深的媒体人啊，他们都认为柯文哲被放是故意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北院怎么弄了，因为北检应该会抗告吧，北检如果也没有抗告，那这个摆明了嘛，就知道是故意的嘛，那北检如果抗告，那我倒想看一看高院怎么写，他的这个驳回书了，因为他高院驳回就不会回到地院更裁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还没结束，因为接下来还有抗告，还有高院会不会更裁，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啊，所以上一次也是7000万啊，那柯 P 都已经出来了，又回去，后来又被关回去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还没有结束了。可是柯 P 说我的苦难已经过去了，他这样讲。那是假设高院就不会更裁嘛，或者台北地院就直接让你交保了嘛。这个反正上次高院我们记得非常清楚了，高院上次根本就是指导办案。就是台北地院已经让他交保了，那高院就直接指导办案，重点写得好清楚啊，说你应该判不能够交保啊，大家记不记得？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严格讲就是政治迫害啦，不然你去看啊，《镜周刊》泄了多少密啊？侦查不公开有办吗？至少6、7次都是封面故事。有办吗？少来这一套啦。所以我跟你讲啊，柯文哲出来，赖清德的民调一定继续跌啦，因为司法不公这个议题一定会成为民众党至少到明年底的选举唯一的议题。
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国民党也要顺势啊，就是司法不公，国民党不要忘了、你有很多党工被收押对，到现在还没被对不对放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司法不公啊，国民党跟民众党真的要好好想，哪一些法律要修正。比如说我随便举一条啦，我们北检在起诉之后，为什么到地院之后你还可以抗告？这一条就要删掉，很多国家都没有抗告权，就我们的检察机构可以不断的抗告。那事实上，政治力量介入高院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地院比较不容易，因为有一些新的法官，他还没有被这个酱缸文化洗掉嘛。所以到高院，政治力最容易介入，所以检察系统可以抗告，根本就是方便政治力介入司法的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检察官起诉之后就不能再抗告了，我们一定要修这个法律了，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如果可以抗告，那川普搞不好连总统都不能选了。对，也是有道理。来，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最近对这个赖清德的哭手是蛮多的不仅是我们台湾，大陆也是啊。过去很多可能演艺人员或者政治人物会觉得说，没有新闻反而不好啊，有人在重视你，不管是开玩笑的、好的、坏的，有新闻总比没新闻好。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你作为一个总统来讲被人家哭手成这样，而且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一旦被哭手你沾上了以后脱不掉的，可能他这个未来几年不断就是让大家会有茶余饭后会有一些新的话题。除非你今天一句话不讲，像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大概没办法。可是你只要出来每讲一次话，每一个政策的宣布，大概都会被哭手我想这个是他要必须很可能要学俞北辰一样，就是非常乐观的来面对就是俞北辰说我在对岸很红，大家都喜欢哭手我，这样子可能只能这样。不过我觉得赖清德讲到说跟对岸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那我就先用我自己就是常常跟在外面就是说做报告的时候，我会提，就是我们台湾大家说不要以美不要以美，可是你知道事实上在这个光谱里头，以美才在中间呢，我们还没有到下面到仇美，到这种反美的这种态度，所以以美是正常的。就像欧洲一堆人当初有疑欧论嘛，对不对？有亲欧跟疑欧，这是很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没有说要仇美要仇美，对。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搞到甜美吧，或我们可以知美知道美国认得美国有美，我觉得这个都还好。那只是到了中间，这个光谱的中间是可以的。那同样的，我们跟对岸也是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仇中到这个地步，但我们也不需要舔中，我们就是知中最好嘛，就是或者疑中，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你有些怀疑，可是今天赖清德讲的说，好像希望对岸张开拳头然后呢看见台湾的善意，然后讲了一句，他手上拿锤子看到的都是钉子，那我觉得，那你就要先跟你的这个网军讲一讲吧，或者跟你的追随者讲，每一次在路上看到有点口音的，你都是拿着锤子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先要对自己讲。我觉得赖清德如果今天先对自己讲，会很有说服力。他在台湾的支持度很高，他现在就是玩两面手法，一方面在外面说要塑造一个好像是跟对岸是愿意谈判、很友善的这个态度，可是你又允许你的这些网军或者你的追随者，在这个台湾营造出这么样一个仇中的一个氛围的话，我觉得你讲的再多也没人相信。你不要忘记当初普丁就是因为乌克兰在乌东搞去俄罗斯化，然后对俄罗斯裔的一种仇视，结果普丁说我要去保护俄罗斯的文化，变成要这样子，你最好要创造出一个没有这样子任何的疑虑。我觉得我们干嘛要给对岸一个借口那至于柯文哲，你说到了一个时间之后出来，会不会有机会？我自己做非洲，我就看过非洲的人从看守所出来几个礼拜，
就当选总统啊，有啊，真的有塞内加尔的一个年轻的总统就是这样。是，好，来请教将军。对，我认为赖清德要讲一套做一套，讲一下这个手上拿的锤子到处都是钉子，他对我认为用在台湾是最适当不过了。他手上拿的锤子到处都是钉子，搞大罢免结果31-32-0变成这个状况。因为他讲一套做一套，他应该寻求和解，赶快开一个国事经济会议谈嘛。因为现在我平常在下面呢，到处跟这些年轻朋友啊，还有这些各个族群这边互动，哇，他们很苦他们生活真的非常苦。现在台湾的贫富差距好大工厂还有公司行号，还有那个我们讲到的无薪假很惨。他们有没有出来看一看？贫富差距那么大，生活在底层的人好多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苦。赖清德有注意到了吗？他只会搞内斗，应该搞里面的和解嘛，跟在野党的主席、跟国民党的主席、跟这个民众党的主席互动，来谈一谈共商怎么样去解决台湾内部那么多问题。所以他这边没有，他就是搞罢免、搞内斗、搞斗争，不是想把对方搞，然后讲了，他不干预司法，他干预司法最严重。我认为柯 P 的案子，他就在干预司法。他说没有干预司法，他政治介入司法非常严重，在台湾，他看到了吗？他闻而不见，视而不见。我认为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在那边瞎讲。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要定期开个赖清德要定期开个记者会，让大家来看看各个的记者、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谈一谈，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政府又怎么样去解决，而不是在那边只是对一个独家。为什么对独家呢？独家有特例性，就是个讨好性，然后是不是整个公开，大家来？他应该这个样子，开诚布公，走大路，开大门，没有，他开个小门，然后在那边为他做个传声筒，然后让他下面的打手、下面的网军、下面的侧翼又倾巢而出，做攻击。我也经常被攻击啊。说我去大陆拿什么好处？我从来没去过大陆啊，我也没有台胞证啊，我连港澳都没有去过。那网军一直在攻击我，又是在攻击我。我说我没有台胞证的，台湾有1260万个台胞证，这个数据的，对，没有我。将军从来没去过，我没有去过啊，根本连台胞证也没有。过来找我，我就奇怪，我没把你搞错了。对，我说我去大陆拿钱。就这样讲，我在我册据上我都有看啊，那怎么会这样呢？我连香港、澳门都没去过。我只这样，我是受害者，我受害很深呐、我莫须有，你知道吧？我在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固守疆域，结果说我去大陆拿钱，我1块人民币没拿过啊！我这边讲实话嘛，所以我是受害者。你们讲出来说赖清德要迷途知返，要放下仇恨，好好团结台湾内部，好好造福老百姓才是根本之道。是没有错。